全球都在看好中国，唯独这两个国家彻底急眼了。一份最新的权威报告出炉啊，狠狠地打了西方的脸。哎，你猜猜，这个时候啊，对中国敌意最重的显眼包是谁？真相啊，简直太扎心了。那今天呢，看到一份报告，哎呦喂，那是乐斗直拍大腿啊！这是谁出的报告呢？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简称是 ECFR。哎，你别管这个名字多拗口啊，你就把它当成是这个欧洲那边一帮老学究师爷啊，专门给欧洲的大佬们出谋划策的。那这帮人呢，在2026年开年搞了个大动作啊，满世界的发问卷啊，调查了20多个国家，26000多人。为啥呢？就问一个核心问题：你怎么看中国？咱们老百姓啊，平时看新闻啊，心里头都有个谱，觉得这个世界上谁最恨咱？那肯定是美国，哎，或者是那帮啊天天跟在老美屁股后面喊口号的欧洲老贵族。毕竟这几年这个贸易战啊、科技战啊，打的那是烟熏火燎的，对吧？嘿，你猜怎么着？数据一出来啊，狠狠打脸。这个报告啊，简直就是个照妖镜。结果显示啊，这个地球上绝大多数国家都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儿：中国的影响力啊，那是芝麻开花节节高。南非啊，83%人呢觉得中国啊还得牛，巴西72%，哎，就连老美自己家里面啊，也有超过一半老百姓啊觉得中国崛起啊拦不住。但是啊，注意啊，在这一片看涨的行情里啊，有2个国家啊，那真是万红丛中两点绿，那脸拉的比驴都长啊，对中国的敌意啊，那是冲破了天际。你琢磨琢磨，是谁？日本吗？不对。菲律宾也不对。这俩逆行者，一个啊是现在还在坑里面蹲着的乌克兰，另外一个呢就是咱隔壁那个希尔多的韩国。这2位啊，那真是急眼了啊！咱先说这乌克兰啊，那提到乌克兰啊，咱得叹口气，这都2026年了呀，那边的炮仗还没停呢，老百姓的日子啊那是真苦啊。但是可怜之人哦，必有可恨之处，这话啊放在国家战略认知上一点也不假。这报告里写的明明白白啊，55%的乌克兰受访者毫不客气啊，把中国划到了对手甚至是敌人的阵营里啊，这个比例啊比美国都高。你可能就纳闷了哦，哎，我说泽连斯基，中国是招你惹你了？咱既没有往你那扔炮仗，也没有派兵去占你的地盘，我们一直说的是劝和促谈，怎么就成了你眼里的死敌呢？这事儿啊，得从心态上分析。哎，你试想一下，一个人掉水里快淹死了，这个时候他在想什么？他满脑子只有一件事啊，谁拉我一把，谁就是爹；谁站在岸上没跳起来救我，谁就是见死不救的仇人。乌克兰呢，现在就是这种心态。这一仗啊，打了好几年啊，把这乌克兰脑回路啊都给打压缩了，变成了典型的二极管思维，非黑即白。哎，在他们眼里啊，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中间地带。他们现在的逻辑就是啊，哎，我这是替自由世界挡子弹呢，我是正义的化身。那你中国啊，既然是个大块头，你就得帮我。你不仅得帮我，你还得跟着我一起骂俄罗斯，还得断了跟这个俄罗斯所有生意啊，甚至啊得把你家里面的无人机啊、炮弹都得送给我。要是你不干呢，那你就是邪恶轴心，那你就是帮凶，那你就是我的敌人。你听听啊，这是什么逻辑啊？这叫道德绑架呀！中国讲究是什么呢？那是几千年的智慧啊！咱们说的是劝和促谈，是政治解决。咱们跟俄罗斯做生意啊，那都是正常的邻里经贸啊。咱们跟乌克兰以前也没少做生意啊，但是在杀红了眼的乌克兰人眼里啊，哎，你只要还跟这个俄罗斯买气买油，你就是在跟俄罗斯递刀子。再加上他们那个媒体环境啊，我的天哪，那简直就是个信息茧房。你可以去看看这个乌克兰的报纸电视啊，那个里面啊，关于这个中国的新闻啊，要么是说啊中国怎么支持俄罗斯经济，要么就是把中国啊说成是想颠覆世界秩序的幕后黑手。咱们呼吁和平的声音啊，到了他们那儿啊，被翻译成了中国想让乌克兰投降。而且啊，这份报告里呢还有一个特别逗的细节，
乌克兰人啊，现在对美国呢也有点含糊了，觉得这个美国大哥有点不靠谱，特别是随着这个特朗普这折腾1年，美国优先啊搞得人心惶惶。哎，你猜他们现在把宝都压在谁身上了？都压在欧盟身上，压在布鲁塞尔。所以呢，为了向这个欧盟表忠心啊，为了证明自己啊是纯正的西方血统啊，他们必须啊得找个靶子打。中国啊作为被西方主流媒体啊妖魔化的对象，那自然呢就成了乌克兰人宣泄情绪的最佳出气筒。说实话啊，对于乌克兰这种态度吧，咱们不用太生气，更多的啊是觉得可悲。一个国家啊，把自己的命运啊完全寄托在别人的施舍上，把中立和善意当成敌意，这条路啊只能越走越窄。如果说乌克兰啊是因为惨而迁怒啊，那韩国这邻居吧，纯粹就是因为酸还有怕。咱们来看看数据啊，韩国那边啊加在一起啊，那就是超过1半人啊对中国没好感。皮尤中心的数据更狠啊，好感度啊是直接跌到了19%，断崖式下跌。这是为什么呢？哎，是咱抢了他家泡菜啦，还是说咱偷了他家端午节啦？你别说，这些文化上的鸡毛蒜皮啊，还真是原因之一，但不是根本啊。根本原因是啥？是饭碗，是钱，是产业竞争。哎，以前这几十年啊，中韩关系那是怎么处的？那叫垂直分工。韩国人觉得啊，哎，我是高端的，我造芯片、造汽车、造屏幕、造好船。你中国呢？你就是个组装厂，负责出苦力，赚点辛苦钱，最后买我的零部件。那个时候，韩国人看中国啊，那是优越感十足啊。那个时候韩剧里演的中国人，哎，要么呢是暴发户，要么是土包子。可是现在呢，风水轮流转，苍天饶过谁？哎，你看看这几年的光景啊，造船，以前韩国啊那是世界第一，现在中国订单接到手软，高端 LNG 船咱们也能造了，把这韩国船厂啊挤兑的够呛。就连这个比亚迪啊，最近都造大船了。屏幕呢，京东方起来了，三星和 LG 的日子啊不好过了。再说说汽车啊，以前这个北京大街上全是现代、起亚，现在你再看看，全是比亚迪、吉利、理想，连这个韩国人啊引以为傲的动力电池啊，都被宁德时代按在地上摩擦了。还有芯片，虽然他们现在还有点优势，但看着中国举国之力搞半导体啊，这韩国人后背啊全是冷汗啊。那这种感觉怎么形容呢？就好像啊，你有个邻居，以前家里穷，你看着他吧，心里面有种施舍者的快感。结果没过几年，你一出门，发现这个邻居有钱了呀，而且他做那个生意啊，把你原本的客户啊都抢走了。这个时候，你心里能舒服吗？那是五味杂陈啊，又是嫉妒，又是恐慌，又是愤怒的。韩国人现在呢，就是这种心态。他们眼睁睁啊看着中国啊从一个打工仔变成了一个大老板，从这个合作伙伴呢变成了要命的竞争对手，这种心理落差他们接受不了啊。所以啊，哎，你看这个韩国媒体啊，那叫一个拿着放大镜找茬啊。这中国的渔船稍微过去一点点，他们能炒作1个月，说是中国入侵，咱们中国搞个汉服秀，他们说这是抄袭韩服。哎，就连咱们中国的雾霾飘过去了，他们都要说啊，中国在搞环境恐怖主义。其实说白了啊，就是不自信。这种不自信呢，还叠加一层找靠山的焦虑。韩国都知道啊，哎，自己在这个安全上靠美国，在这个经济上靠中国。以前这两边吧，他不打架，他能左右逢源，两头吃。现在呢，美国这个当爹的非要逼着韩国站队啊，说儿啊，你不能跟他姓钟的玩了啊，把你的芯片厂给我搬到美国来。韩国人心里苦啊，但又不敢不听。那既然还得靠美国罩着啊，那在舆论上呢，就得跟着美国喊。美国说中国是威胁，韩国就得喊威胁加倍。但是你发现没，这份报告里吧，它有个特别讽刺的数据。虽然这个韩国老百姓啊嘴上硬，说中国是对手，但真让他们选谁是未来的老大，他们心里面跟明镜似的呀。大部分人啊都觉得中国的影响力啊还得涨，这就叫嘴上全是主义，心里全是生意。嘴上骂得欢，身体很诚实。他们这种敌意吧，本质上是一种无能狂怒。
因为他们知道，不管怎么骂，中国产业升级的脚步停不下来。他们引以为傲那些优势正在一个接一个的被中国攻破。聊完这两个奇葩咱们再回过头来看看美国和这个世界大盘子。这个报告里最让我解气什么呢？是美国人设的崩塌。这按理说美国振臂一呼，小弟们应该云集响应才对可是现实是随着这个特朗普折腾1年，全世界都看明白了。一期 FR 的数据显示就连欧盟那帮老兄弟现在都觉得美国是可靠盟友的比例都在往下掉，反而觉得美国是麻烦制造的人越来越多了。卫报那个标题起到那真叫一个损。特朗普让中国而非美国伟大，为什么呢？因为美国现在玩的是什么呢？美国优先。说白了就是我是老大你们都得给我进贡，哪怕你是盟友，我想割韭菜就割韭菜，想收保护费呢就收保护费。而中国呢，报告显示南非、巴西这些全球南方国家对中国的好感度那是蹭蹭往上涨。为什么呢？因为中国不玩虚的咱不搞颜色革命不搞政治干预，不强迫你信什么神选什么总统，咱来了就是修桥铺路建港口，搞5G，卖便宜好用的东西这就是生意人的逻辑也是最朴素的生活逻辑。那对于大多数国家来说谁当世界老大呢并不重要，这重要的是谁能让我吃上饭谁能让我过上好日子。美国现在呢就像是个更年期的暴躁房东，天天在这个楼道里骂街还想涨房租，还要管你家里面几点熄灯。那中国呢，他就像个勤勤恳恳的装修队兼这个超市老板，话不多，活儿好，东西全价格公道。你说这街坊邻居们心里面那杆秤会往哪边偏？盖洛普的调查也说了中国呢在全球的支持率逆势上涨美国却在暴跌。这说明什么呢？说明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大家不想听你美国吹什么民主灯塔，大家看到的是加沙的废墟，是乌克兰的炮灰，是美国没完没了的制裁大棒。那说了这么多最后咱得落在自己身上，看到这个乌克兰和韩国这么恨咱们，咱需要生气吗？需要焦虑吗？我觉得大可不必正如那句老话说的，不遭人妒是庸才。如果今天中国还是那个只能做衬衫换飞机的国家，这个韩国会恨咱们吗？不会，他们会笑嘻嘻的摸着咱们头说干得不错如果今天中国呢是个对美国言听计从的软柿子乌克兰会恨我们吗？也不会，他们会觉得咱们是自己人。正是因为中国长大了壮实了，不仅能造衬衫，还能造航母、造芯片、造空间站，甚至开始制定规则了，所以他们才会感到不适感到恐慌，感到愤怒。这恰恰就证明了我们走对了路。好啦，今天就聊到这儿啦。你对这个报告有啥看法吗？评论区聊聊。我是小懒，我们下期再见。